南海究竟是谁的？中国大陆说是他的，东盟5国也说是他的，就连台湾当局也说是他的。所以到底是谁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今天呢，我不以马来西亚人或者是华裔的身份来谈论这个议题，我今天是用瑞士中立的角度来跟你们解析。所以以下的所有内容都是客观，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所以，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东盟人士，还是你是所谓的中华侨，都不要急着喷我哟，先把视频看完，谢谢。南海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向来是世界商业航运、石油运输和各国中间的主要通道之一。它是国际海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内海，所以大家都有权利在这条海域上行驶。据统计，每年有超过41000多艘的船只经过南海，世界上有超过1半以上的超级邮轮行驶经过南海。无论对于有船只行驶经过该海域的国家，或者是对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繁荣，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航道的安全备受世界各国所关注，而且南海也蕴藏了十分丰富的天然气、石油等资源，所以沿海国家都想分一杯羹。其实造成今天的南海乱局，主因是因为2个法律文件。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所主张的9段线，和台湾当局所主张的11段线。11段线最早是在19和20世纪由日本历史学者所划定的南中国海的边界线。1947年，国民政府就接受了日本的地图，并注明11段线为中国的领海。当时各国普遍接受，并没有提出反对。前苏联、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出版的地图都标上11段线属中国的领海。其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为了加强与越南作为同样是共产国家的关系，主动删除了靠近越南的那2条线，所以就变成今天的9段线。这也是今天中国说南海大部分海域是它的依据。而另一个法律文件就是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该公约规定，一个国家可以对其距离海岸线200海里的海域，也就是370公里，拥有专属的经济权。而该公约是在1982年才成立的，所以相对那个9段线就晚了30多年。所以这就发生了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后面才成立的条约是否对以前的条约有管辖权呢？这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通过了一个陆地条约，规定每个国家只能拥有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示公平，那不就是对那些已经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造成伤害了吗？所以多出来领土是要捐出去吗？然后那些领土小的国家，还没有到50万平方公里的，就可以依这个依据，依这个条例去可以合法的侵占别人的领土了吗？这我想你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我就不评论了。直到1967年，只剩下22个国家还在沿用3海里的早期规定，有66个国家宣告了12海里的领海，而有8个国家宣告了他们的海里是200海里。也因为这个条约，使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领海重叠的部分，因为2国实在隔着太近了，只是一个桥的距离。除了上次谈判的那2个岛，一个判给新加坡，一个判给马来西亚，至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由于9段线的覆盖范围实在很广，几乎囊括了90% 的南海海域，这也导致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还有印度尼西亚的不满。他们觉得，基于海洋法公约，他们应该拥有岸外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凭什么你中国的9段线可以划到我家门口？有些甚至只距离我岸边几十公里的地方都说是你的，这就是南海乱局的根源。由于早期中国的海军孱弱，无法有效管辖该海域，所以有些岛屿已经被沿海国家所占领。他们是基于海洋法公约所进行的，但在中国的眼里，这就是在侵略我的海域和岛屿嘛。所以在南海之前就爆发了几次大战，中国也趁机收复了几个岛屿。针对中国对南中国海域的主权要求范围内，越南就占了30个岛屿，菲律宾就占了6个，马来西亚就占了3个，其中巡逻另外监控了4个，文莱就占了1个。印度尼西亚至今未占领任何一个岛屿，但对近海的海域有主权要求，而中国实际控制了8个，巡逻监控21个。鉴于中国现在在亚洲处于压倒性的地位，所以东盟的这些国家不会与中国进行单独的谈判，而会采取以东盟为一个整体的方式与中国进行谈判，也就是10个国家对1个国家的谈判，这样的底气才比较足嘛。有时甚至会引入西方的势力来平衡局势。当然，西方也乐意协助，因为这一条这么重要的海域，如果被中国完全掌控了，以后他们的军舰或商船等在经过这个海域时，可能受到中国的盘查才能通过，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甚至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命脉，所以他们时常打着长行自由的名义来这边巡逻，也时常与南海各国展开军演，其目的很明显。从早期他们承认中国的九段线，到今天他们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之名来否定九段线，可以看得出，国与国之间其实没有一成不变的关系，只有利益，符合他们利益的他们就干。至于条约嘛，随时都可以撕毁的，所以没有必要把条约看得那么重。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当另外一个敌对政党上台后，就有可能推翻上一任政府的协议，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的。顺便一提，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什么不签呢？因为美国是三面环海，其中2个大洋早就超过了公约规定的200海里，所以如果签署了，那不就是画地为牢了吗？自己自愿放弃了那么多海洋领土。所以每个国家都会事先衡量自身利益才考虑要不要签署任何的国际协议。这也难怪为什么东盟国家会签署这个协议。由于东盟和中国双方都不会就领海主权问题妥协，所以这个问题如果长期拖下去的话，只会让那些域外的西方大国有机会拉拢东盟各国来对付中国。所以中国迫切需要尽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这也是经过近代版的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先不谈主权归属，我们先谈南海应该怎么使用。各国都和平来使用这个南海，毕竟中国还不是世界第一嘛，而且受美国处处打压。如果现在过分地刺激东南亚各国，只会导致他们倒向西方，到时候的局势更加复杂，更加糟糕。狗急跳墙做出来的事情，对中国来说不是件好事。毕竟东南亚是中国的后院呀，所以先搁置主权问题，等以后局势发生变化，或中国超越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时机。而到那时候，或许对东盟的国家来说是最不利的时候了，因为面对的是比现在更加强势的中国，在谈判时候自然不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好处。现在东盟的国家也不想与中国的关系闹僵，毕竟中国还是他们的第大贸易国，也经不起中国每天派军机军舰来做客，毕竟实力差距就摆在那嘛。以客观来看，就算东盟的所有海军加起来，也未必是中国南海舰队的对手。所以对于弱国来说，现在这个行为宣言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所以前几天6月7日2021年在重庆进行了第19次中国和东盟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谈判，中国意在加速谈判，以稳定南海局势，让域外的国家没有借口再干预南海事务。南海行为准则主要强调了3个要求：第一，就是有关国家不要采取接在进入目前尚未被占据的南海岛礁进行活动或者是开发；第二，有关国家应限制在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活动，说白了就是不要拉西方的国家一起来军演，造成局势紧张，容易造成误判。而东盟方面也要求中国不要一直派军舰飞机来靠近他们一侧进行活动。其三，有关国家要互相通报将会对南海地区产生影响的重要政策。当然，谈判还没结束，还在进行中，最后的结果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希望我的解析能为你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而不是被其他的舆论所引导。我再次声明，我这次是以瑞士中立的角度跟你们的讲解关于南海的现状，并没有选边站。如果你觉得我在选边站，那你的心理有问题。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在下边留言，我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如果你想看类似的内容，可以看我上一期以巴冲突如何触发东南亚地缘政治的博弈，反应很不错哟。好，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